进行加冕典礼。霸天虎的伙伴们，我作为新的霸天虎领导，我要突然四风。什么？是谁打断了我的加冕典礼？加冕典礼真是让人可笑至极，葛威龙，行星教，给你一点提示。现在谁才是霸天虎的领导？嗨，大家好，我是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款玩具呢，就是来自我们 Machine Wars 机械战争系列里面的 Starscream 行星教。我们这个红蜘蛛啊，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外包装吧。首先正面就是一个大开窗的设计，里面就是可以一目了然看到里面的玩具啊。然后是我们非常帅气的我们的天正啊，大家都知道这款玩具是用我们这个天正当年 G1 欧版天正来改模的嘛。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官图的一个诈骗啊。他手里是有这把发射器的，其实里面根本就没有带这把东西。然后下面有这个系列的标题啊 ，Machine Wars Evil Decepticon Starscream， 然后 Transformer， 然后侧面就是这个样子啊，一个例会啊。然后背面就是它的玩法说明，再加上一些贴纸的这个演示啊，和一张人物卡，你把它剪下来就可以当人物卡了。然后 Kenner 出的，然后另一边。然后上边，下边，好，那我们废话少说，把玩具从里面取出来啊。那么本款玩具内容物设置的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一个本体，然后加上我们这一包导弹和贴纸啊。那我们这边简单的拆开来看一下吧，这也是个全新的东西啊。这个贴纸就扔到一边，我们把里面的导弹和贴纸拿出来看一下啊。首先是一张崭新的贴纸啊，还没有贴，一会儿把它贴上。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导弹啊，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介绍的。还把它剪下来是吧？那我们先把它贴上这个贴纸，再给大家进行演示啊。那么趁着贴纸的功夫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机械战争》这个系列。那么《机械战争》呢，是1997年发布的一条玩具线。由于当年超能勇士的大获成功，孩之宝就决定将G1几个高人气角色换个载具重涂，新出个产品。然后由当年的这个凯比玩具专卖店独家销售，但是机械战争系列在整个变形金刚宇宙中的定位始终是个开放性的问题。这个系列既没有搭配的故事载体，甚至在当年的包装上也没有写出基本的背景设定。在包装背面人物卡上有显示，系列12款玩具中有10款是G1初代的角色，那么另外2只也就是新角色了，其中一只是比较出名的 Megaplex， 也就是威震天的克隆体。然后剩下最后一只就是轮盖罩，这个轮盖罩虽然和G1角色是有重名，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2个角色。那么当年呢，还是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乌龙事件的，那么就是 Megaplex 和威震天的包装盒其实是有搞反的，也就是说 Megaplex 峰会的包装里面放的是威震天，威震天包装里面放的是 Megaplex， 就是如果你要凑的话，你还只能买一对。孩之宝还是高啊。那么回到今天介绍的红蜘蛛。这款机械战争的红蜘蛛呢，是对当年这个欧版的G1掠夺者天正的玩具的重涂版。这款红蜘蛛变形成的载具和当年天正一样啊，是可以变成一架 S2-71 黑鸟战略侦察机啊，非常的帅气。我其实甚至觉得当年这个天正是稍微有点花花绿绿的了，还是换色的这个红蜘蛛更像一架侦察机。此外，这款机械战争的红蜘蛛也是有继承一部分当年天正的一些玩法的，就比如这个抛弹的玩法，当然这个后面会给大家演示了。除此之外，还是阉割了不少的玩点和配件呢。首先就是当年天正它附带的其实有15枚导弹，但是这次红蜘蛛却减少到了10枚。然后根据当年的这个玩具法，然后孩之宝不得不把当年这个天正的导弹的长度给缩短，并且把天正的这个导弹发射器也给阉割掉了。但是红蜘蛛的这个例会，因为是当年天正换色过来的嘛，所以导弹发射器还是画在上面。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导弹发射器给阉割掉，导致现在红蜘蛛2手空空的，都没有手持武器啊！阉割的还不止如此啊，还把当年天正这个系列的这个万花镜一样的玩法给阉割掉了，然后甚至还留下了这个空洞的机关。
根据当年的资料来看，红蜘蛛一开始是想以灰色的导弹进行发售的，但是后面大货出来之后是和天正一样的这种亮绿色的导弹。但是我感觉这个灰色的导弹可能更加适配现在黑色本体的红蜘蛛的形象。然后我们这个奈图王天正啊，不止重涂了这个红蜘蛛啊，在后面还重涂了这个 King Atlas， 也就是我们这个阿特拉斯王。那款玩具其实涂的还是相当的华丽的。然后这个模具甚至在更加后面的这个荣耀之翼宇宙 Wing Universe 里面也是充当了红蜘蛛的无人机在被使用啊。最后也是在2019 IDW 漫画中被画成一个路人角色，坐在边上。另外这个形象也在变形金刚创世纪的插画里面也有出现过啊，就是这张啊，红蜘蛛穿着当年加冕的这个紫色大披风，然后手里还拿着这个金破天的臂炮啊，就是有一种这种王者归来的感觉，我复活了，你们都得死啊，就是实力相当的强劲啊。前面说那么多，感觉这个机械战争系列像黑历史一样，但其实在当年官方E-Hobby 限定推出的黑色红蜘蛛的人物档案里面有提到过，这只机械战争红蜘蛛的形象是它过去的一种战斗形态啊。好了，那贴纸也是贴完了，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小导弹也是全部剪下来了，装配上之后，这就是我们红蜘蛛的完全体了。好了，我们调整一下机位。首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这个机头的表现啊。首先是一个飞虎队这种样式的贴纸在这边装饰着头部啊，然后一个透明件这个机窗的搭载，哇，看上去质感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一些简单的警示贴纸装饰在上面，让整款机头看着还是很有真实载具的感觉的。然后机头两侧也是有搭载2枚这个备用导弹的。好，然后机头，然后下面是一个起落架，也是有一点可动的幅度的。然后来到机身的这个部分啊，然后这边同样也是有一个玩法的展示的，我们后面再说。然后这边是有一些黑色消光的涂装的，官方声称是涂出来是个霸天虎的标志啊。然后我们可以跟边上的这个贴纸进行一个对比啊，还是能看出稍微有那么一点轮廓的感觉的，但是太抽象了。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我一开始还真的以为这边是脏了还是什么东西，我还拿这个湿巾去擦，就根本擦不掉啊！天哪！然后来到这个机翼的部分，同样这边也是有搭载一个玩法的，我们后面再说。然后一个散气，这应该是散热孔吧？因为我对这些载具其实不是很有了解啊。还有一个小机翼，然后后面是2个小喷口，哇，整体的这种装饰的还是挺好的。然后这边机翼上面就是有一个霸天虎的贴纸，然后同样也是有搭载2枚导弹的，这边是有点卡位的感觉，然后左右都是一样的。然后来看到机屁股的这个部分啊，首先是一个透明的蓝色部件啊，是有点这个可动的幅度的，然后哇，在光打上去之后感觉真的很好看啊，这个透明件。然后后面2片尾翼，然后这边也是2片小的尾翼啊。这边就是有个遗留问题啊，一个很意义不明的这个摆动的可动啊，因为当年天正的那个玩法嘛，它是可以从这边透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图画的，然后这次重涂成红蜘蛛之后呢，把这个机构给删掉了，然后导致里面切换这个图片的这个波钮作用的小翅膀，然后可动还遗留在这边了，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整款飞机看上去就是哇，相当的这个帅气霸气啊，而且那么大一家，玩起来还是很爽快的。然后来介绍一下它本体的一些玩法和可动的展示吧。从飞机上面，因为玩法全部集中在飞机形态了嘛。首先就是这块板子的玩法，这边是有一块把手的，你只要往上推就可以显示出里面这个透明件了。哇，光打上去是真的很好看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可能是太阳能板吧。然后推下来就可以把它关上。然后来到这款玩具这个官方比较引以为傲的玩法，就是它能实现一个抛弹的玩法。我们可以看到盒子后面它其实是有这个写出来的啊，这个到底是怎么玩的？你只要转动这个波钮，就是它可以从这边抛弹抛出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吧。然后这边也是，
好，就是这个样子啊，非常简单的一个玩法。然后同样，因为它只搭载了这个10枚的导弹啊，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些备用弹全装上去之后，你可能一边只能放2枚导弹，还是比较可惜的。好了，那么飞机的部分也是介绍到这边，我们快进到它的变形环节。好了，那我们的机器人形态呢也是变形完成。我们整款玩具体型还是相当的巨大的了，甚至机器人形态会比这个飞机更加的巨大。我们拿这个经典场景系列的经典场景套装的这个红蜘蛛来进行一下大小的对比啊，可以看到毕竟是一个 Ultra 级是吧？它的体型就是非常的巨大。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拿几年之后会推出的这个另一款 U 级的这个红蜘蛛来进行一下对比啊，可以看到那么我们银河之力的红蜘蛛会更加的巨大，天哪，非常的帅气啊，这个银河之力的版本。好，那么请到一边啊，因为实在太巨大了，我的这个小冰箱有点承受不住啊。那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一个造型啊，整体来看这个配色相当的这个协调啊，这种黑色的加上一些这种偏蓝的灰嘛，然后看起来就是好帅啊！天哪，虽然它完全没有一点红蜘蛛的影子啊，但是是一只非常帅气的红蜘蛛了。那说到搭配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拿它之前G2系列的这个威震天来进行一个搭配啊，我觉得这个这个大小看上去是不是就相当的有种协调的感觉啊？虽然在G1动画里，威震天肯定是要比红蜘蛛高一点点的，但是红蜘蛛以一种新的姿态归来，一看就是相当强劲的角色啊。虽然他没有一点点故事的这个说明之类的，但是看起来就比较强悍。那我觉得和这个G2的威震天，身高是相同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唯一可惜的就是他把这个武器给阉割掉了，他没有办法拿武器了，而且也不是一个5毫米的插孔，差不多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插孔吧。那也没有办法了。怎么看2位就这么站在这个地方，相当的帅气啊。然后他 Megatron Attack， 然后我们把威震天请到一边，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整款玩具一个细节的表现吧。这个头无论看几次都感觉超级帅气啊！天哪，完全不像红蜘蛛的那种狡诈的感觉啊。虽然这个嘴巴看起来有点像张了张嘴是吧？但是这个透光眼相当的透啊。然后大家在刚刚变形演示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它变形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耳机的部分摁下去啊。现在就是一个闭着眼黑眼的一个状态啊，你只要把这个耳机放下来，眼睛就亮起来了，活了的感觉啊！天哪，相当的帅气啊！然后头部的话肯定是没有任何的可动了，当然如果你想有的话，它也还是有点低头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个样子。然后来到这个胸口的部分啊，可以透过这个胸口看到后面这个喷气孔啊，也就是我们阉割的玩法的这个孔洞啊，我感觉被射穿了一样，天哪！然后胸口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造型啊，然后裆部有一张很长条的贴纸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手臂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造型了，首先就是一个起落架往上放，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可动的话，他的手是可以往上抬的，差不多是一个90度的一个幅度。然后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可动设置了。然后来到下半身的话，就是飞机的头部了，非常大的一个大长腿啊，整体的一个
曲线做的还挺不错的，你别说，哇，这个透光键真的是太棒了，我感觉我打这么大的一个光真是太对了，这个决定。到背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小腿因为是要收纳这个大腿的部分的嘛，要收纳这一节，所以是有一些空洞的。然后同样是有老物非常奢侈的这个脚后跟啊，我天哪！很多玩具就是很多老物就是因为没有脚后跟，所以导致站立方面就是很差，它可能摆个姿势就倒了。虽然像 G1 的一些模具的话，它完全不需要摆什么姿势啊。然后看到整个本体的一个背后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哇，两个喷口的表现还是很霸气的。如果它能把这个喷口移到前面来的话，变成一个胸口的大炮，那就更好了。那可惜并没有啊。同样是一个蓝色的透光键，然后透出一个类似喷口一样的结构，相当的好看啊。特别是打了光之后，哇，这个打光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它的说明书上其实有画呀，它这边有一把这个发射器，然后这边峰会也是有画这个发射器，但其实并没有，因为这款玩具是把这个配件给阉割掉了，然后导致它整款玩具就是没有任何的武器配件了。当然，如果你想的话，应该是可以拿一些G1的配件进行一些互动把玩的。好，那我们这边拿一把这把金色的这黑色爵士这把小枪，把它插手上，哎，这样也可以啊。虽然感觉有点小气的感觉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留的这个小孔嘛，它并不是一些5毫米的插孔，你可以插一些现代经典系列的玩具啊，它只能插一些G1的小枪啊，这样还是感觉还可以啊。当然它的本体太大了，拿这么小的一把枪有点小家子气了。然后可动表现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它的手臂可以平抬这么一点幅度，然后就没有了，毕竟是一个G1模具嘛。也不用奢求那么多了。当然，G1玩具其实做成这个造型已经是相当的优秀了，所以当年的这个欧版的天正，价格应该也是不低的吧。当然，那个颜色肯定没有这个好看啊，这个整体的颜色调的都是非常和谐的。那欧版的天正稍微有点花花绿绿的感觉。然后它在飞机形态下的一些玩法，在人形态下其实是并不能进行游玩的啊，特别是它这个抛弹的这个结构啊。如果你要竖着的话，它会直接从这边掉下来，它然后地上炸了会炸到自己的脚，那就不要这么玩了。然后后面的话同样也是一个你可以通过这个来看到它胸口前面的东西啊，这驾驶小人视角是吧？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呢也就介绍到这边，也是非常高兴啊，能玩到这么一只哇非常扎实好玩的一只玩具啊。当然因为这个 Machineworks 的这个知名度非常低啊，导致这款玩具其实是比较难淘到的了，特别是一个合授权的一个版本，我也是机缘巧合给它捡到了，而且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啊。然后它作为一只这个G1天正改模来的一只玩具啊，我觉得它改的其实还挺好的，特别是它这个配色的方案啊，确实比天正那个是要霸气很多啊。那如果它能不阉割它的武器和一些玩法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好啊，但也没有办法嘛，毕竟当时也是蹭 BW 的一个热度嘛，然后出了这么一个意义不明的一个系列啊，然后现在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这个重置啊，当然我觉得99.99%是不可能重置出来这么一个角色的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